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在今天进入恐怖怪谈之前，先跟大家讲，礼拜四的房子好像没有太多状况，对吧？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一间的状况会蛮多的，所以敬请期待下周的周四的影片哦。好，回到怪谈这边哈。今天这则怪谈是发生在爱尔兰，那其实算是英国那边嘛。那在爱尔兰这个地方呢，其实它跟英国一样，很多人都相信世界上有鬼，甚至他们有很多鬼的酒吧啊，还有很多老的房子啊，有发生过很多鬼故事啊。我之前好像介绍很多，甚至还有介绍一条，好像是一条他们像那个北宜公路的道路嘛，这样子嘛。那今天这则经历呢是怎么样呢？我只能说，今天他这个人的经历，他分了3段，全部都是他亲戚所碰到的事情哦。好，那至于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我即将要写的这些经历，并非我亲身遇到的灵异事件，而是发生在我亲近的朋友或亲戚上的，希望你们会喜欢。第一则，饥荒男孩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陌生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那时候我爸还常帮我爷爷处理各种杂事，例如别人家里的电路问题、建筑修缮等等，大多是爷爷的熟人朋友家。有一栋特别的房子是爷爷一位朋友的，总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那是一栋极大的建筑，旁边有一片巨大的果园，只有一条路进出。爷爷当时在厨房修理插座上的电线，转身去拿另一把工具时，看见一个大约7到8岁的小男孩坐在从桌子拉出来的椅子上。那男孩是半透明的，穿着破旧的衣服，看起来像是饥荒时期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服装。我爸后来转述爷爷的话，那个年幼无害的孩子静静地坐着，只是盯着爷爷，爷爷也盯着他回看。然后男孩就凭空消失了。这个孩子的出现对爷爷来说并不意外，因为住在那里的女人曾告诉爷爷，她煮饭或打扫时常看见那个孩子坐在那里盯着他。这个孩子无害，只是偶尔出现。我爸说，他在那房子工作时总感觉到有人在看他。下一个遭遇也是发生在同一栋房子，只是不同的经历状况。爷爷在地下室修电路箱时，突然看见2个人，一男一女，在花园里地下室的对面缓缓走动着，但又像是微微漂浮。爷爷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这是私人土地，没有许可，谁都不能进来。他靠近观察，发现他们穿着极其古怪，男人戴着高礼帽，穿黑色时髦的西装，女人穿长裙，头戴是有花朵的软帽。他们的打扮就像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爷爷开始跟他们走进果园，前面提过只有一条进出口，结果一进去他们就消失了。我本来想说他们可能翻墙逃走，但那墙至少9英尺高，没有工具根本爬不上去。这件事让爷爷越想越害怕。还有一次，他们全家睡得很熟时，屋主的妈妈听到一声尖锐的叫声，像女妖的哭喊，把她从深眠中惊醒。她前一晚外出喝了点酒，她醒来闻到烟味，客厅着火了。幸好她把所有的孩子救了出来，但客厅没保住。如果那个灵魂没有尖叫，他们全家会被浓烟给闷死。接下来，骑马的男人。我爸年轻时大约14、15岁，常跟现在很要好的朋友骑脚踏车到处晃。其中一栋他常经过的房子，过去很不幸，那房子历史黑暗，已经废弃多年。我爸爸的一位女同学曾经跟妈妈、爸爸那个男人的脾气暴躁、酗酒、脾气极差，和2个手足住在那里。那家人很有钱，父亲在
自家广大土地上骑马时发生悲惨意外死亡。不幸的是，这个可怕的男人死后还不愿下地狱，决定留下来。他折磨家人，让他们在曾经华丽的家里感到极度不舒服。他的妻子的妹妹有一次在田里散步，看见一个穿红色猎装的男人，就是那女孩父亲出外打猎时穿的衣服，对他大吼说：“滚出去，滚出去，滚出我的土地！”但更可怕的还在后头。某个晚上，全家安稳睡觉时，他们莫名其妙起身，只穿了睡衣，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就这样离开。他们开车去父亲的表亲家，奇怪的是，他们只对表亲说了离开的原因，却从没有回去拿任何东西。一开始听起来很牵强，但我爸发誓，这就是他们做的。孝生的孩子们，我妈在一家叫苹果树的幼儿园工作，这个幼儿园是她一位好友开的，我们就叫她丽莎。我弟我妹都上过这所幼儿园，也跟丽莎和她丈夫，我们叫他派翠克的最小孩子是朋友。这件事发生在他们大儿子哈利，不是真名的身上。当时他12岁了，现在已经上大学了。那天哈利在家照顾弟弟妹妹，爸妈说要出去散步几分钟透透气。回来时，他们听到孩子的笑声和争吵声，他们马上以为是自己小孩子在闹。丽莎很生气，因为他们应该要睡了。她信任哈利会把他们哄上床。回到家问哈利谁在笑，为什么大家都还没睡。哈利说：“妈，他们都已经在睡了，你们出去之后就睡了，现在都睡得很熟啊。”丽莎先不以为意，但后来觉得可能是埋在旁边田里坟场的孩子们在恶作剧吧。现在那些无名墓正在被挖出来，重新安葬，装上棺材和墓碑，让那些孩子好好的安息。这不是丽莎第一次遇到灵异状况，她跟我妈说，她常感觉有个非常强烈的存在站在她背后，还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这样子。好，介绍完今天这则经历，我必须说还蛮多则的。其实我看他后面，他最后面的文章，他还说他还有很多经历，有欧洲的英国跟爱尔兰，英国爱尔兰真的是鬼故事大国。其实找了蛮多，当然这个网站它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当然英国也是有，虽然它没有像美国那么多，但它其实也蛮多的。只是我找了一些，有一些真的是没有那么的有趣啦。那这种我觉得它有趣的是，它有分3-4个故事。那我也觉得有一些真的还蛮恐怖的，有一些我甚至可以给它分数差不多到3.5吧。对，因为尤其这一个小朋友一大堆，小朋友的笑声，那说真的，我其实还蛮想碰到看看的。可是，在台湾比较少，比较难碰到这样的情况。对啊，好 ，OK， 那今天恐怖观察就到这个地方为止喽。那下周的影片会蛮精彩的，就下周周4的影片。那当然要会员才看得到了，非会员的话赶快加会员吧。好，拜拜。咿呀嚓嚓。